来，一脚踩完。你看，又是这么早了，现在才6点50分，天都还没有亮，我已经出来了。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名，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了。今天在我身后面有一个万众期待的 Omoda C9， 在我手上呢加了大概有2000。这个影片呢比较会有一点长，也非常适合呢想要买 Omoda C9 的你们，或者即将要成为车主的你们，有哪一些东西需要注意的，缺点、优点，或者还有一点小小的特别的东西，想要在这个影片跟你们分享的。首先我们先做review。等一下我们试驾 Part 2影片肯定是要拿这一辆车上山的嘛。话不多说了，我们去看车了 ，Let's go！这一次的 Omoda C9 呢是由捷酷代理进来的。在我这个频道呢之前有说过啊 ，Omoda 其实它已经不是 Chery 旗下的一个系列的车子了 ，Omoda 已经正式成为一个品牌，所以 Omoda 和捷酷已经是联合了的啦。所以可能有些人会乱哦，捷酷跟 Omoda 是什么关系？现在你只要记得 Omoda 捷酷已经是结合了，他们是 Chery 旗下的其中一个品牌。这辆车的钥匙呢，跟这个捷酷的 J7 呢，或者是 Chery 的 Tiggo 7 Pro 都长得这样子的。那么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你打开的话，你还有一个备用的钥匙在里面。先解锁一下，看它的灯光秀啊。OK， 这个灯光秀呢，其实可以在主机里面更换有3种模式的，这个是其中一个。但是时间有一点长啦，没有错啦。啊，你看它，当它表演完毕了之后呢，它把所有的那个 LED 日行灯展示出来。所以它不管是有横的、直的都有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门把呢也是跟着你解锁了之后呢，它就会打开，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照明灯，就一样了，贯穿式尾灯。可是它就是有这种动画了，它有无钥匙进入跟无钥匙启动之外，你只需要把你的钥匙放在你的口袋里面，你不需要拿出来，你只需要靠近这辆车子，你可以看到它已经亮开这灯了的。它的手把已经出来了，可是它还没有解锁的哦，你必须要再靠近这辆车一点。OK， 你会听到它已经解锁了哈。这辆车呢，它还有一个 remote start， 你必须要先锁，然后再按这个按99。Oh yeah， 它已经 start 了啊。OK， 那这时候呢，还是一样不用拔钥匙出来，我只需要靠近这辆车。OK。你看到那个仪式感吗？当我把门打开之后呢，除了那个气氛灯迎接你之外啊，椅子会退后，方向盘也会往上升。这辆车呢，开门的方式呢，它不是像传统一样有一个拉杆啊，它是电子的，所以你这边会有一个按钮 ，OK， 按了之后呢，它就会把门打开。那如果今天这辆车断电，没有办法用这个电磁阀打开门哦，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手把的，很方便，一拉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通过这边手拉开也是可以。可是我必须要吐槽的是，这辆车的气氛灯给到你非常足嘛。然后你看，我把这个发动机关了之后呢，方向盘的按钮都是有灯的。可是呢，这个打开的电磁阀呢，这边它就没有亮灯哦。所以有时候在晚上非常暗的时候，那我要把门打开啊，它就没有亮灯，我不知道那个按钮在哪里。你觉得可以做一点 software upgrade 啦？Start button 在这边 ，Alright。
3组的记忆座位哈，所以只要你调好了你座位之后，这个是椅垫的前后，这个是椅垫的伸展。set 完了之后呢，你只要按99这个 M， 你听到咚了一声，你再按你要 set 在哪一个号码？可能3号。你看到这边写 Memory Set Complete， 这气氛灯呢就很好玩了。菜单里面你会看到一个 Atmosphere， 这个 Atmosphere 呢，你就可以调你的下面的这个灯。OK， 它有3种模式，有 Flowing， 你看好像跑马灯这样哦，它一直在换，而且你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精致啊，你可以调它的亮度，这里是最亮，这里是最暗，然后就 Breathing， 它就好像呼吸这样，也是一直在换灯。Static 呢就是一个颜色而已啦，就不会动啦。上面这一副啊，包括这个模组，还有后面的这个气氛灯，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模式来更换。看到这个 Monocle 呢，就是一种颜色而已，所以看上下都是一样颜色，红色、紫色。Stepless Dimming 呢，你可以慢慢的换颜色，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有一点紫色或者是粉红色这样子。Multicolor 呢，它这里就会有几项选项，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红紫色，有一点橙色、紫色这样，也是挺好看的这个颜色。那个红蓝色啊，其实也是很帅。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真的没有其他车可以比啊。气氛灯上面真的是一流 ，JS7 也没有给到这样。那 Zone Control 这边呢，你可以打开、关闭前后的这个气氛灯 ，Driving 跟着你的驾驶模式啦、时速啊、Music 啊来更换这个颜色的。这里有3个按钮啊，调它的冷气啦。这个它的温度在这边，那么这个就是它调它的风速，还有这个 recirculation。晚上的时候非常好看，它都是灯来的，只要你打开 AC 啊、Auto 啊都是灯。可是它就没有像 Mazda 这样有做到滴滴滴那种声音出来。可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转钮转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的阻尼感啊，它的这个价位，它给到的感觉是蛮有质感的啦。驾驶模式这边转，只要我拨到它是 Sport Mode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红灯，其余的模式它就不会换灯。Sport Mode、Snow Mud Mode、 Sand Mode， 还有 Offroad Mode 啊，所以这辆车是 All-Wheel Drive 啦，可见，可是它不是全天候的四驱啦，主力还是前驱的，你需要后轮的话，它才会介入啦。这个驾驶模式啊，如果我稍微快一点，稍微快一点 Offroad Mode、Snow Mode， 哎呀，24.6寸的啊，这里就是它的仪表，这里就是它的主机。这个仪表呢，我就没有看到有可以更换任何的主题了。像我这种爱看转速表的人呢，就没有办法了，非常的小，在这边，你看我踩一点油啊。我的角度大概是看成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我把方向盘调成我舒服的姿势的话呢，它可能会挡到上面一点点，像这个 Spana 就没有办法看得到。方向盘呢，这里的按钮呢，它长得很像触摸式的，其实一点都不是，它是按钮来的，按呢只是更换它的 Trip A、Trip B、胎压侦测器，还有 Map， 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你可以长按这个圆圆的。OK， 进入这个全屏的，但是如果你是有连接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话 ，Waze 和 Google Map 都不可以投屏到这边，只能用它的原装的这个 Turbo Dock， 它才会出现在这边的。Trip B 呢，就是我个人来记录我一桶油可以跑多远。这辆车当我拿了之后呢，是没有洗车、没有添满油的，是送了的，所以我自己添油，现在走到131公里，这边还可以行驶476公里。这样子来算的话，我估计啊，我可能一桶油可以走400到500公里左右吧。我从拿车送的添满油都要110多块。这里还有3个按钮，也是一样，在我驾车的时候可能会被挡到一点点的。氙气系统关闭，只要按一下它就可以关了。陡坡缓降，540度的 camera， 你往前走，那么它会跟着你前面的这一个记忆，然后来看一下下面这边有什么，非常的顺哦。这辆车的颜色可以在主机里面更换。OK， 当我去到这里。Local setting、Bluetooth Sound， 这个就是调整你的音量啊，可以换你的 alarm tone。看，当我播我的这个 signal 啊，这是它的第一个声音，这是第2个声音。所以这辆车拥有14个 Sony 喇叭，这里也可以调你要的环绕声，还是如果你后面有载 baby 要小声一点，或者是只要后面有出声或者前面有出声，但是这个 Surround Sound Effect 一打开啊，那个声音会更加的好啦。驾驶员这边有一个头枕，这个头枕呢都有 speaker 喇叭在里面。当然这里可以选择3种模式 ，Private Share 一打开的就是这样子。只是我们驾驶员听到歌，后面的都听不到了啊，非常的有特点。那么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驾驶的时候，我们在开着导航啊，提示你转左转右啊，是由这个头枕那边播出来。有时候我们想听歌，不想要中断，这个会帮到你。Very good。Display 上面呢，就可以调你是 Auto、Day 就变白色了 ，Night
有 Apple CarPlay 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不懂是我的这个 iPhone 的问题啊，可能这个 iPhone 有点老了哈，所以有时候啊上车它不会自动连接 Apple CarPlay， 那我必须要到这个 Apple CarPlay 的主面里面去连接，可是它连接老半天，它还是不要连接。有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这边有一个 On/Off button 嘛，你长按它，那么它整副都会自动的重启。我觉得这是最快的方式了。所以有时候它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候不会，就要看它的心情了。的确是很好看的一台动画。很快，音量控制加减，你就可以用你的 Apple CarPlay 没有问题了。Vehicle Settings， 你这里按下去，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Energy Flow， 可以看你的市区，这里有驾驶模式可以更换。那么这边可以调你的天窗打开啊、门锁啊、Child Lock 啊，这边就是打开你的车尾箱啊、高度啊，你要打开关闭都是可以从这边开的哦，各位。或者是这边有一个小拉杆，拉大概几秒，1秒这样，还有把后面的尾箱关闭了，还有跟着动画的哦，这个小细节还做到蛮到位的。Vehicle Setting 呢，就可以调它的这一个 ADAS 系统，还有它的方向盘的阻力，这边就可以调你要什么模式啦 ，Mid 跟 Sport。那我个人比较喜欢放 Sport 的 Wiper Sensitivity。你可以放 Level 1、Level 2、Level 3都可以。Suspension Link to Driving Mode， 因为这辆车有配搭的 CDC 嘛，所以还是可以跟着你驾驶模式来更换它的硬软啊。Driver Assistant 呢，这边就是有 Level 2.5的 ADAS 系统 ，Lane Departure 啊这些都可以通过这边来调整，连你的刹车模式呢都可以在这边调。那我个人比较喜欢放 Sport， 比较好踩一点。还有就是你的刹车的高度。我会放到最高，点一点点，反应就开始来了。它有抬头显示器，这个可以显示你的 ACC 跟车之外，还有你的时速啦。Rear Mirror Adjustment， 这个一定要打开 Both Side， 因为当你切换到这个 Reverse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你的 Side Mirror 两边都会往下摆，然后你放到 P 之后呢，你会看到，它会调回你本来的位置啦，蛮多功能的，蛮多东西好玩的。当你进入到菜单的话，选项只有这么多，那么它还有一个 DVR。内置的行车记录啦，当然你要插一个卡 Micro SD 卡在这边，你就可以用了，但是它只有前置摄像。那么如果你驾车可能在高速上面，你会听到，你超过120的时候会有那种异响，咚咚咚咚，你不知道哪里来，也可能就是它这个原装的这个 Turbo Dock 的 Map， 也可能就是它的超速提示在这边 Settings， 你必须要关闭的哈。Speed Camera Warning 还有 Warn When Speeding 这两个都要关闭，要不然它的声音会一直来。下面这边有冷气控制，你可以从下面滑上来也是一样，还有这个方向盘的加热。坦白说，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有什么用啦，还有这个空气净化器啊，双区的恒温空调，它有座椅加热跟座椅通风，连这个椅背这边都会出冷风。需要这个 fragrance 呢，这辆车其实原装它有一个香精了的，在它的内置里面，这里有3种的味道，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Sport 啦，难怪我每次打开门之后会有一点香味哦。除了这个香水味之外，其实这辆车的 Napa Leather 它会有一种香味，就好像你打开来了一辆 Lexus RX 这样，它会有那种皮革的味道，很香。无线充电，这里可以置放格，那么这里还有储物空间很大。下面这边还有一个暗藏的私房钱格，这杯架呢也是可以拆开的。你拆开了之后呢，这个空间非常的大啊 ，lock， 它就不会动了。打开，这里有手扶箱，里面还有冷气出风口，所以里面会比较冷一点啊。每一次当我驾车的时候，我手一这样子放啊，然后它就会打开了的。但是这边都是一些皮革，当我的脚放在这边是非常舒服的。只是说它这种设计好看没有错，可是就感觉这辆车原本很大量的，它变成比较窄一点的空间，因为这个模组真的是非常大。下面还有一个置放格，这边还有一个12伏电瓦，副驾驶这边还有一个 Type C 接口，还有一个 USB 接口，无边框的后视镜，这边还可以打开遮阳帘。当然这辆车也是有声控啦，还可以打开这个前景天窗哦，很大片有没有？那么这边还有一个 Hazard Light。其实除了有灯光之外啊，很多高档车才有的。如果要遮到这边的太阳，这边还有多一个遮阳板，看到吗？双层的，对，通常在贵车才看得到。门锁，但是如果左驾驶那边也有的话，就一个加分啦。电子手刹在这边，还有它的头灯调节，还有雾灯，这个就是 Side Mirror 调节啦。踏板是一个风琴式的，我的最爱。怀档像奔驰一样的。当然，这辆车也有换挡拨片，这还是 M1， 你可以用换挡拨片了的。这里还有自动雨刷，可以通过这边来更换。打开 Signal 是这样的，还有一键闪3下。如果你想要烧一下水的话呢，可以按一下。那如果你要涉水，还有2格的，按进去就可以了。
发泡面也是偏软，几乎像 Lexus 的感觉的，非常的舒服，软的，然后它的支撑性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这里还可以调整你的腰部支撑。后面这边的喇叭晚上是会有灯的哦，你还没有开门之前呢，如果有摩托车来或者有车来，它都会亮一个橙灯，那提示给你知道其实后面有车来着的。后面的座椅是可以调整它的倾斜角度的，调整性非常的高，这个是很直的，然后可以倒下来。所以坐得很舒服一下的。座椅的前后是没有的调整的，这是假的按钮。所有的窗都是有一键上下的。作为一个 D segment 的 SUV， 如果它再把椅垫做长一点的话，会更加爽。我身高173，前面已经调整成我驾驶座位了2个拳头的位置。然后呢，我的头部空间可以看得到1个拳头多一点。发泡面也是一样偏软，我很喜欢它的腰部支撑这边是有的，好让我挺胸而出。中间还有一个扶手，如果你有朋友或者你家属在驾这辆车，我建议搬到后面这里来坐，真的是 like a boss 坐包好坐，隔音这辆车又好，避震也是相当的舒服，而且还有这个 Mickey Mouse 耳朵，可以调你的头，还可以调你的冷气。这里中间有出风口，当然后面是没有显示你的风有多大，还有座椅加热，我不知道来干嘛啦。那马来西亚是没有用得到的。除了中间有出风之外呢，其实这一个 Pillar 这边也有，可能要5 Series 以上啊，或者是 E Class 以上啊，才有这个冷气出风口在 Pillar 这边的。最实用的，至少那个风是吹到你的。中间的鼓起高度没有很高，这辆车4轮传动嘛，它已经控制得很好了的。Boss Switch， 内饰全黑啊，马来西亚人最爱。可以打95哦 ，Energy Matrix 啊，这个灯好看吗？对，它有电磁阀，还有钥匙感应。如果你的这个钥匙在身上的话呢，站在后面超过几秒钟，它就会打开了。后面有660个 liter 的车尾箱空间。如果把椅背做倾倒的话，可以高达1700多 liter。椅背要做倾倒的话呢，后面这里没有看到有拨杆，在前面这里拉。后面这里还有一粒喇叭，相信它是woofer来的。后面还有一个备胎，也是20寸的，空间真的是大。这辆车只是说它的这个高度有点高，OK， 所以搬行李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那还有一个遮阳帘。假的排气管啊，真正的排气管在下面，而且是双出的排气管。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这辆车有配搭这一个 CDC Continuous Damping Control 的这个避震器，它会根据你的路况来调整它的硬软，尤其是你的速度。你开得越快，可能会稍微的硬一点点。可能你在过减速带的话呢，它不会有太多的弹跳，它可能才跳那一下。原装给你20寸。245 50R 20寸的 Michelin 的 E-Primacy 的轮胎，后面是一个大的 Single Port 单活塞刹车卡钳。至于前面呢，就是一个双活塞刹车卡钳，因为这辆车的重量毕竟有大概2吨，前面也245 50R 20寸，所以 Square Setup 啦，这种 SUV 一个拳头高度是很正常的。序列式的 LED 行车灯，在白天的时候，它的日行灯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后面远远来的时候，这辆车给到人家一个很飒的感觉啊！打开一下引擎盖哈。所以它就不需要在里面找拉杆了嘛，有油压定杆。那这辆车呢是配搭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261 PS， 还有40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个8速的 iSyn 的自动变速箱，它是 Torque Converter 了。当我把这个引擎盖关了之后呢，基本上只是听到 compressor 声音而已了。这辆车的外观，如果10分里面我给它8.5分。车身长度为4775 mm， 宽度为1920 mm， 高度为1670 mm， 轴距为标准的 D segment 2800 mm。走，去试驾 ，Let's go。这辆车呀，它这个跟我之前驾节气一样哈，它的这个手把是会出来的嘛。当我在行动的时候啊。当它在收回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这样子。当然，这辆车 C9 的这个隔音会好一点，所以它的声音没有很大但是在节气的话，那时候我吓到，我也有撞到东西。这辆车我最喜欢就是它的隔音了，它隔音的表现真的是很好真的在这个价位里面呢，可以说是应该是没有对手啦。如果你拿这个 Lexus 的 RX 来说，它真的是有达到 Lexus RX 的这个水准了。真的好，这个隔音，胎噪也控制得非常的好，风噪也好，所以这样子我开到130、140啊，它风噪也不会很明显。但是130、140之后我还没有试过啦。首先你会感觉到这辆车的这个悬挂真的是软，除了软之外还是软OK， 它如果是比起节气的话呢，节气还更适合拿来。少弯，我可以这样子讲啦，因为它的侧脚会比较硬反而这个 C9 呢，你开起来呢，
这个 CDC Continuous Damping Control， 它感觉像有一点air suspension 的感觉面对这些路况OK， 当它在起跳的时候，它上下的那个整个过程，当它弹上来的时候，它在下的时候那个过程，它不会让它再弹跳多2下，所以感觉上有一点类似像 air suspension 呢，给到你那种感觉了。对于我们在过一些减速带或者是烂路的时候呢，有了 CDC 会更加的舒适了。感觉到就是在高速上面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上下浮动的时候当它在这辆车的车身往上面跳，再往下面压的时候呢，它就不会再让这辆车再弹跳多2下，因为你知道 spring 的话都会弹跳的嘛。所以有了这个 CDC 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你也会感觉到这个车的屁股也没有这么软了，它也不会上下这样子。在烂路的时候呢，也有了这个 CDC 的加持，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整辆车会有那个咚咚咚咚咚的那种杂音因为悬挂是这样的嘛，如果你调得硬一点，车的杂音也是会比较多一点舒适性也会减少。如果你要软一点，舒适性是有，可是对于过弯的时候表现就侧倾也是很强。当然，这辆车也会跟着你的驾驶的状态，还有它的驾驶模式来自动的调整。现在我是用这 Eco 模式 ，OK， 很宁静，整辆车它的隔音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只是说，如果你在市区里面驾驶走走停停的时候，你还是会有听到一点点这个发动机传出来的声音，一点点。有点类似像Toyota啦，我也可以这样子讲。这个连我在 RX 的时候，它也是会有这一个声音的，放心，这是正常的。当然，我们会自然而然拿这辆车跟 RX 比，因为第一个就是它拿进来就是要主打二手或者是 Recon 的这个 RX 嘛 ，Lexus 嘛。那第二个就是价钱，这辆车不需要200千，你就可以买到这样的样子，它的这个材质、quality跟样貌。到底值不值得？这个是很多人会好奇的一件事。当然，内装呢上面呢，我真的是没有话好说。它这辆车的内装很豪华，很舒适，该有的配备它都给完你。这一块模组，这个呢在 GA7 是没有的，可是 GA7 的 PHEV 它就有，包括这个 C9 还有 J8 它都会有。这个就是监视你驾车的。在你驾车的时候，你玩手机，或者是你眼睛是没有在看前方的话，你一直在看旁边这个主机还是手机，它都会提示一下你咯。那么我也尝试过，如果我在驾车的时候我打瞌睡，如果我打瞌睡的很严重，我的手是放在嘴巴上面，眼睛是不开的那么它就会提示我之外，它会把冷气调到最冷。有的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而且我发现到是在主机是没有的关掉的OK， 所以它好像一直在监督你驾车。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方式，应该可以拿一个 tape 粘着，它应该是看不到了吧。那这辆车呢也有这个 ACC 跟车，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按一下。我把它设置在100 km/h， 那我把这个跟车距离放在最远吧。OK， 我们来试一下的感觉OK，change to cruise control mode。这辆车当然是长按这个 A 的话呢，它也会自动帮你摆向方向盘。OK， 当然 Yes， 你要长按这个 A， 它就会换它的模式了。如果你不要它帮你自动摆在方向盘的话，你长按这个它就会只是 ACC 跟车，方向盘必须要你来摆动。所以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用着 Intelligent Cruise Control。你看我的眼睛没有在看前方的话呢，还是提示我的。现在我手是没有在方向盘你可以看到这边有2条蓝线，它是启用这个模式了。当然，这个不建议就是一边玩手机一边驾当然，你看它还是会提醒我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面。车道保持呢，我觉得还蛮不错，它不会像乒乓球这样一直在左右打来打去这样子，我觉得是蛮顺的。有时候跟车系统呢，最头痛就是一下子会有车插进来的时候。你看现在这辆车没有打行了，你看哇，它就踩刹车了喂。
这辆车的悬挂虽然是软哦，可是它不会左右晃动这样，像那种普通的 SUV、B segment 或者 C segment 车脚过软的话，它会左右这样子晃动，好像驾船这样。这辆车我发现到低速的时候也不会嘞，而且高速也相当的稳。只是说它的侧倾会有点高，所以这辆车不适合拿来跑快车或者是拿来烧烤呢啦。你们要知道，这辆车买回来还是拿来家用会比较好。OK，ACC 关掉，我们就来自己驾驶会比较好。那方向盘的方面呢，虽然是我放在 Sport 啦，可是呢，我还是觉得它是偏软的。如果再紧一点、再重一点会更加的好。反而我觉得这辆车缺少了一点点的方向盘的回馈，我觉得很烂啊，好像很麻木这样。路上到底是平的还是粗的，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没有得到太多的回馈。OK， 转向还可以，还蛮灵敏。方向盘的设计呢，就下面是空的嘛，所以也很舒服的让我握到下面或者是这边。驾了几天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最好抓姿势不是这样子抓，而是手放在这里，然后两只手指在这个换挡拨片后面这样子抓，反而觉得比较舒服嘞。这辆车配搭的这个 8AT 有这个换挡拨片，它没有fully manual mode，它没有真正让你fully manual的，它是 semi auto 来的。所以你看它现在，尤其是在 M5，它会有一点点的少许的 delay， 一点点的迟缓。我按下去之后，可能要等一个0.5秒。可是你看，我把油门踩下去，它到红线的话，它会自动的升档的，看到吗？好嘞，然后它也会自动跳回第一档。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 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 EA 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了，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 EA 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连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One go。100。这样子我发现到有一个很特别一点，跟之前的X70 1.8一样我踩完油的状态，除了前面可以听到 Turbo 的细风声之外还可以听到后面的 Exhaust 有出风声的，蛮有意思的OK， 现在是8号档嘛，一脚踩完。一下子就排气了。我这一次呢换上了这个8 Speed 的 IC 呢，它的换挡其实相当不错的，它换挡的这个反应也是挺好的，加上它是8速，所以每一档的这个齿轮比都会比较密。可能你这个上到6000转，你换挡的话，可能跌到是5000转，每换一档就掉1000转，所以对于加速来讲也是相当的不错。可是呢，这辆 Omoda 系列上面呢，我会感觉到它的除了这个换挡拨片会有一点少许的迟缓之外呢。OK， 它的整个调教都是偏舒适的，还是偏家用的那一个。当然，这个 IC 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车都在用啦，包括你看 Mini Cooper 的 Countryman 只要是前驱的呢，他们都是用 IC 的。可是经过 BMW 调教，他们还是比较偏于运动化，所以呢，它的换挡速度跟它的这个所谓的降档那些，它都会比较
灵敏跟极致。可是如果像这辆车的调教呢，它是比较偏舒适的哦，所以由我们这个起步的时候呢，它不再会有那个双离合那种我们所谓的那种想要解放离合那种感觉，你会要等一下啊，然后 AT 就不会有。我个人会觉得现在这个起步上面，如果它再做再顺一点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我感觉到这辆车它的这个油门我控制到不是很好，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当我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开快一点，我就不需要去理乘客。当我在载乘客，尤其是在女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的时候呢，我会考量到他们乘坐的舒适性，而去把这辆车开得越舒适越好。尤其是在起步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一脚油门踩下去，让他们会觉得整个车的贴背感来，不要这样子。那起步的时候呢是很讲究的啊，因为这辆车有 auto hold 嘛。那你轻轻的把油门踩一下，再放，给它这辆车溜出去了之后，再慢慢的踩一点的油下去。可是这个过程有时候我抓摸不住它的这个油门，可能我就认为我想要给一个10多20%的油门，可是它却选择给了一个50%的这个反应。所以啊，有时候起步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怎么呀，好像很 chock 这样啊，只有抓摸不住它的这个油门。而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刹车上面呢，原厂的这个设置呢，还是偏舒适偏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也抓不住它的刹车点，所以有时候明明我觉得这个点应该刹车了，可是它却好像还没有慢下来哦。我在踩深一点点的时候它开始慢下来。然后呢，如果要停红绿灯的时候我很难找到那一个完全慢慢的停下来那种，整个过程是非常丝滑的那种自动的感觉。我的意思就是，有些车制动能力就是当我踩到这个50%，我就慢慢的给它停到来，把这辆车停下来还是一个50%。可是这辆车Omoda C9呢，你就要做多余一点的动作，可能你踩着50%，前面要到了红绿灯，你需要再踩个80%，然后完全要停下来之后，你再慢慢的放到0%。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你需要控制那个刹车。可是如果在这个畅机里面的选项呢，把这个 brake pedal 换上了比较 sensitive 一点的话，是会有所帮助一点点。可是它还是不能排除这辆车的刹车还是偏舒适的。还是要买这辆车的人呢，我觉得上了年龄的人会很喜欢，很舒适。这辆车的引擎呢，261 PS 400个牛顿米，有没有这么暴力啊？其实这辆车还是不会给到你很暴力那种感觉，你不要想象它是一个什么 Golf GTI 啦那种给到你那种，没有。这辆车的动力还是挺顺的大概2500转到3000转，你会发现到这辆车的扭力开始来的时候，蛮有力的。来面对这个卡拉highway呢，一点都不费力，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因为这辆车有4驱嘛，我们来试一下120过这个弯大概会怎么样？120啊，我们不要太松油门，我们踩着那个一点点的油门去。这辆车现在还是偏前轮，可是我现在一过弯之后呢，你看到吗？后面有14%的动力，前面有34%的动力 ，yes， 它还是主力在前驱。因为这辆车虽然是 all-wheel drive， 它不可能给你全天候的4驱的，不然的话这辆车很耗油，它需要动力的时候才会给。Alright guys， 14力的 Sony 喇叭不错啦，这个价位给到你这个感觉。可是如果硬要拿 Lexus 来比的话，如果 Lexus 有那套 Mark Levinson， 简直是没有的比各位。如果在那个200-300千的价位里面 Recon 我觉得那个 Mark Levinson 真的是一级棒了。好，200千里面买到一个D segment 的 SUV， 这辆车值不值得？我觉得以外形各种配备来说，这辆车真的是给完你，很值得，性价比很高。可是以驾驶来说，我觉得在它的油门反应跟它的这个变速箱上面，可能要做多一点调教，好让这辆车可以发挥更加的好。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试驾或者是booking 的话呢，可以找我或者小蚊子，我们可以带你去试驾这辆车。无可否认，当你需要买车的话，一定要去试驾。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拜拜。